群了。我自己不要脸，是我自己罪过了，我现在又非常后悔，我非常忏悔。这位扇自己耳光、有着山东口音的男子叫做王兴夫，他把自己打造成为一名藏族的活佛，以活佛的名义，10年内在全国建立了8个核心道场，追随者遍布了20多个省市，敛财将近2个亿。而且这位假活佛还单独给女弟子进行佛法加持，性侵女弟子。你稍微有点拉拉手摸摸脸，你就开始有男女分别，有世俗分别了，有分别心，上师连理你不理你，连捧你都不惜捧你。为什么？你那个丑陋不堪的身躯，不知道经过多少世轮回，已经受了这么多污染。上师为了净化你，再加持你居然还有世俗男女分别师傅还稀看你吗？还稀捧你吗？王兴夫不是藏族人，是汉族人。195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中专毕业之后呢，被分配到济南监狱工作，成为了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有了稳定的铁饭碗工作亲戚们朋友们都非常的羡慕他。王兴夫呢，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呢，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气功班。王兴夫呢，看到了商机，也开始办气功班，借着开气功班大量的敛财。他为了使自己的气功班能够脱颖而出，和别人不一样，他自称自己是藏族佛教密宗传人，而且还自创了一套密宗洗心功，靠着这套自创功法开气功班，大肆的敛财。靠着开气功班呢，王兴夫每个月当时可以赚到7000元，在那个人均工资不到100元的年代，这个收入使王兴夫暴富，也让他在这条行骗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由于王兴夫长期旷工，1997年王兴夫呢就被监狱给开除了。王兴夫根本就不在乎那份监狱工作，他觉得丢了工作更好，反而呢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经营自己赚大钱的事业。但是呢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中期气功逐渐的被妖魔化，国家开始出手整治，宣布取缔气功班，气功行业进入了末路。王兴夫顺应时代变化，将自己包装成了一名佛教居士，把气功班变成了佛教班，把讲课变成了讲法，继续收钱。但是呢，他当时在佛教上没有一点点名气佛法班比气功班的收入要差很多。王兴夫呢就想提高自己的名气，这样呢还能赚更多的钱。2006年，王兴夫来到了四川甘孜，认识了甘孜俄若寺的共治活佛。共治活佛呢，在甘孜地区名望很高。共治活佛年纪大了，真正管理寺庙的呢是他的徒弟鲁荣。王兴夫说自己想拜入共治活佛门下学习佛法，但是刚开始共治和鲁荣都没有搭理他没有看得起他不过呢，王兴夫靠着之前积累的金钱和信众，他哄骗自己的弟子们给共治的寺庙捐钱，金额高达上百万。王兴夫和鲁荣在一次聊天里得知这个寺庙需要修葺，王兴夫呢就表示会大力支持。半年时间内，他发动了他的信徒，捐赠了数十万的修缮金。王兴夫呢还说自己虽然有妻有子但是自己已经看破了红尘，想在俄若寺出家。得知共治活佛生病后，他还请来了名医给共治看病。这一系列的操作，共治活佛终于被打动了。王兴夫呢如愿了，成为了共治活佛唯一的汉族弟子。共治呢也亲自给他剃度，并且赐他法号洛桑丹真。王兴夫用类似的手段，让俄罗斯真正当家的、真正做事的这个鲁荣和自己走进了同一个阵营，并且通过鲁荣的安排，甘孜州当地村委会帮王兴夫补录了户口证明材料。鲁荣又帮王兴夫办理了洛桑丹真和祥巴洛桑丹真2张假的藏族身份证。有了藏族身份证鲁荣又给王兴夫开具了一张俄若寺僧人的证明。有了这些材料在鲁荣的帮助之下，王兴夫在宗教局办理了阿嘎证。有了阿嘎证，王兴夫就有了藏传佛教僧人的身份，就能合法的在全国各地从事传教化缘等活动了。就这样，汉族的王兴夫变成了藏族佛教的喇嘛。2008年，为了答谢王兴夫的巨额供奉，鲁荣违规给王兴夫举办了坐床仪式。坐床是藏传佛教中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标志着转世灵童正式继承了活佛的职位。
并且采用活佛的称号。简单的说，就是转世灵童经过坐床仪式之后就被称为活佛了。经过坐床仪式后王兴夫就被包装成了洛桑丹真活佛。2008年9月5日至9月7日，王兴夫在共治和鲁荣的协助之下，在甘孜州的蒙格市和俄若市等4座寺庙中呢举行了坐床仪式。王兴夫身穿袈裟，端坐在法座之上，寺庙的僧人和信众纷纷给他献上哈达。王兴夫呢就成为了洛桑丹真活佛，并且呢成为俄若市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在全国打响了活佛的名号。王兴夫呢还将整个坐床仪式让人拍摄下来，刻录成光盘，名为洛桑丹真活佛坐床法会纪实，让弟子们拿来到处给自己宣传。另外呢，他还找人给自己的照片进行 PS 处理，把自己呢 PS 成端坐在莲花台上头顶佛光的照片。他甚至为自己铸造了一尊铜像，让弟子们对其进行供奉。至此，王兴夫这个不信佛的人把自己包装成了活佛，和鲁荣一起开始大肆的敛财。2008年，王兴夫成了活佛之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省自治区建立道场。2008年到2010年，建立了沈阳道场、北京道场、济南道场等等等等，总共8大道场。下面呢又设立无数的小的道场，道场遍布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展了忠实信徒3000多人。每个弟子都要定时给王兴夫上交供养。随着信徒越来越多，王兴夫呢还组建了庞大的管理体系，派最信任的弟子去管理。每到一个地方讲法，当地的助教员负责收取弟子们的供养钱，而联络员呢就负责召集弟子来听法，辅导员就负责指导弟子学习王兴夫的法本。王兴夫呢还经常组织全国各地的弟子到俄若市去参观讲法，负责接待工作呢就给了鲁荣。鲁荣会给王兴夫最高的接待规模，会有藏民在寺庙里载歌载舞，王兴夫坐在主位，而鲁荣坐在旁边作为陪衬，让来到这里的信徒们感觉王兴夫的地位很高，感觉自己没有跟错人。为了敛财，王兴夫还自创了4级灌顶修炼课程。1级课程费用呢是300到800元，1级课程总共大概需要2000元左右，2级课程是800元到3000元不等。修完呢需要大概12000左右，后面还有3级课程、4级课程。信徒从拜师到受戒，再到大圆满，将4级课程全部听完，总共需要花费5万元。王兴夫还说，这些钱不是给我的，是给佛祖的，这是末法时代的最后一班船，你们有缘遇到我这是你们的福报。他还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而我呢是现在的佛。王兴夫还以一名弟子的名义注册了成都香德尼玛文化用品公司，专门售卖一些法本、光盘、法器，印有王兴夫头像的佛牌等等，价格都标得很高，让自己的弟子们去购买。一个网上卖100多的景泰蓝，经过王兴夫加持佛法之后呢，就变成了龙王宝瓶，售价几千元。普通的矿泉水瓶里装着不明的黄色液体就变成了千金难求的甘露水了。王兴夫呢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但是表面上他还得表现出生活清贫的样子。他对外表示自己住在济南的一处40多年的民宅里，家里有很多供奉的菩萨和佛像，住在这里也和他的活佛高僧的形象相符。但实际上呢，王兴夫在全国各处有12处房产，其中成都的一处豪华别墅总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而别墅的内部的装修都是高级奢华的。王兴夫只顾赚钱，对于佛法戒律他是一概不知，他歪曲了佛法中6道金刚咒的概念。他说被自己加持过的鱼是可以杀来吃的，被自己加持过的酒呢就变成了甘露水，是可以喝的。王兴夫呢还给弟子们说，不要太执着于不杀生的戒律自己可以给弟子开方便之门，弟子呢就可以做杀生的事情了。王兴夫不只是假借活佛的名义来敛财，他还对女弟子下手强行欺凌至少8名女弟子。前面说过，说对师父的不信任和对上师的不正信是罪过最大的。要是我听心里去了，我就很害怕。
为了精神上控制弟子呢，每一位弟子会得到一个皈依证，在皈依证上面呢，弟子需要亲笔写下毒誓，永不叛师，永不叛道，如有违背，天打雷劈，五雷轰顶，被水淹死，被车撞死等等，并且呢都是现世报。发下毒誓之后呢，王兴夫在女弟子之间开始传播双修身加持的理论，开始对女弟子进行洗脑，要求女弟子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成法器，听命于自己，任由他这个活佛加持。在道场传法期间，他要求当地的总联络员每晚安排1到2个女弟子来让他进行传功修炼。根据一位女弟子的讲述，2008年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呢，急需精神上的出口，成为了王兴夫的女弟子。一天呢，王兴夫就说要对她进行单独的传功加持，并且呢把她约到了宾馆。他看到只穿着便服的师傅女弟子像以前一样对王兴夫磕头，并且开始诉说自己的苦恼。但这次呢，王兴夫表现出了不耐烦，并且打断女弟子说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要将自己看作成法器，任由师傅给你加持，给你净化。你今天走运了，我单独来加持你，机会难得呀。说着呢，就去解女弟子的衣服。女弟子吓得一边后退一边磕头，说师傅你这样不行。可是呢，王兴夫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生气地训斥道这种加持很难得，你要好好的珍惜呀。因为女弟子长期被洗脑，之前呢发过毒誓，女弟子害怕反噬，只能选择顺从。在平时的讲法大会上，王兴夫甚至公开说，上师对你拉拉手摸摸脸，你就有世俗的男女之别了。你稍微有点拉拉手摸摸脸，你就开始有男女分别，有世俗分别了，有分别心。上师连理你不理你，连碰你都不稀碰你。为什么？你那个丑陋不堪的身躯，不知道经过多少世轮回，已经受了这么多污染。上师为了净化你，再加持你居然还有世俗的男女分别师傅还稀看你吗？还稀碰你吗？王兴夫呢，就用这种精神控制的方法，强行玷污了至少8名女弟子。被警察逮捕的时候呢，在他身上警方搜出了避孕套和印度神油，还搜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有100多名女弟子的电话号码。被警察逮捕时呢，王兴夫抽自己的耳光，说是自己罪过了我现在很后悔群了，自己不要脸，是我自己罪过了，我现在非常后悔，我非常忏悔。2016年8月，广西南宁的一封举报信在网络上传开。举报信上说，我想举报甘孜州石渠县的一个活佛，他欺骗我10年，骗财又骗色，我要告他，我该怎么做？还有人问西藏活佛是怎么定义的，有没有洛桑丹真这个活佛？矛头直指洛桑丹真活佛。但很快呢，鲁荣以俄罗斯的名义在网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力挺王兴夫，给王兴夫辟谣。调查报告上说，王兴夫从不为己，从不沽名钓誉，是位清净无私的上师。王兴夫为了回报鲁荣，先后通过银行卡或者现金的方式给了鲁荣5000多万。也带了些资金那些也有。就现金现金来来去去有没有4、5千万5、6千万以下就是4、5千万左右吧，大概差不多。实际上王兴夫是假活佛，鲁荣是最清楚的。但是只要王兴夫能够不断的给自己和寺庙提供供养，鲁荣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有受害女弟子主动打电话联系过鲁荣，鲁荣才知道王兴夫竟然对女弟子也下手了，他很生气，但同时呢，他也不想让王兴夫出事儿。因为一旦王兴夫出事了，他和俄罗斯的名声呢都会受损。鲁荣对王兴夫的惩罚仅仅是让他在灵塔面前忏悔，如果以后再犯，就没有资格做出家人了。但是呢，那封举报信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7年6月，王兴夫涉嫌利用邪教组织被警方逮捕了。警方在王兴夫的别墅里查获了大量的现金、多根金条、各种银行卡、各种奢侈品和名酒。王兴夫在被抓前7天还以各种名义收取弟子们的供养钱，仅仅这7天他就收取了47万元。经过警方调查统计王兴夫多年来非法敛财高达1.98亿。王兴夫呢还有一个癖好，他喜欢收集崭新的纸币，他把收取的现金里的新钱都单独的抽出来，然后捆好放在保险柜里面保存。
他说小时候家里穷，看到新钱的心里就高兴。这之后呀，我凡是新钱在社会里存，我都存到那个社署里。从小在农村，穷孩子见钱，尤其见新钱高兴习惯了。2021年2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兴夫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非法经营、强制猥亵妇女、强奸等多项罪名进行了终审判决。王兴夫因数罪并罚，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并需交纳2000万元的处罚金。鲁荣则被判处了6年的有期徒刑。其他的王兴夫邪教组织的骨干弟子也被法院审判定罪。在现代社会，很多人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都比较大，想给自己找一些心灵上的信仰。但是呢，正确的信仰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是让人积极的面对生活的。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能够给自己排忧解难。正所谓佛不渡人，人须自渡。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